他明知手中的野果有毒，但还是果断吞了下去，因为他们心里清楚，从吃下野果到毒发身亡需要15分钟，而他们离医院的距离是13分钟。男孩认为只要在15分钟内赶到村里，就一定会有救。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，是因为岛上有个女孩拥有特殊能力，但令熊孩子没想到的是，那个神秘女孩今天并不在家。即使医生迅速帮男孩胃里的野果取出，也没能救下男孩的生命。如果说男孩是作死，那么岛上的渔民更是肆无忌惮，而那个看似能带来奇迹的女孩，最终成了整个岛屿的噩梦。今天分享的电影《王朝》，一部将人性贪婪之恶演到极致的故事。首先从一次特殊的捕鱼开始，艾拉只是把手伸进河里，所有的鱼就听话的全部朝他游来。贪婪的渔民只需要露出贪婪的微笑，每次都会轻轻松松满载而归。也正是因为艾拉的存在，岛上的人们逐渐富裕起来，而艾拉拥有的能力远不止这些。患有老年痴呆的外婆只是来艾拉家一次就变得精明了，甚至重操旧业，在学校当起了老师。如果岛上有人受伤，在艾拉面前更是以肉眼所见的速度愈合。从这以后，艾拉家的门口每天都会排满前来看病的人。为了防止神秘女孩的消息被泄露出去，他们更是把小岛封锁起来，每个人都不可以擅自离开这座岛屿。有了艾拉这个保护伞，岛上的人们开始变得肆无忌惮。无聊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相互伤害，因为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，不管受多严重的伤，只要到艾拉家走一趟，就会在几秒钟恢复如初。而岛上的小朋友也和大人们一样，无聊时就玩起自残的行为，故意吃山上有毒的野果消遣，结果导致岛上第一条生命被带走，也就有了故事开头的一幕。虽然艾拉不能起死回生，但他也不仅仅只能治愈。当他和好友小帅发现一个蜂窝时，一次无意的攥拳竟然让所有蜜蜂瞬间死去。这也是艾拉第一次发现自己还有攻击的能力。为了不引起未知的麻烦，艾拉就让小帅替他保密此事。但从这一刻起，意外却发生了。晚上母亲在切菜时不小心切破手指，本该愈合的伤口这次却没有愈合。难道艾拉的特殊能力消失了？为了验证事情的真相，父亲一狠心也划伤自己的手掌，果然伤口没有复原。这件事算是岛上最大的事，于是父亲就连夜召集全岛的人们，然后把艾拉能力消失的事通知大家。他希望女儿借此可以好好的休息。对于贪婪的人们，这一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。而艾拉这颗保护伞的消失，暴露的不是大家的感恩，而是集体的恐慌与愤怒。他们强烈要求艾拉亲自出来解释。艾拉的外婆梅姨竟然还带头起哄。此刻人性中的贪婪和自私被放大到极致，但不管大家如何抗议，艾拉的父亲也没有答应众人。没有艾拉帮助的日子里，渔民下海捕鱼开始变得艰难。相比以前不劳而获就满载而归，现在大家根本没有心思工作。贪婪的渔民更是把这件事怪罪在艾拉父亲大山的头上，甚至让他为岛上的生存想办法。没有艾拉能力的维持，梅姨的老年痴呆也开始复发，岛上的情况开始乱成一团。但岛上的医生却看出了这场悲剧，他提醒大山尽快离开这座小岛，因为那些贪婪的渔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为了艾拉的健康，大山决定深夜就带女儿离开这里，但意外却发生了。妻子刚走到艾拉的房间，就发现自己划伤的手指突然开始愈合了。原来艾拉处于睡眠时，特殊能力就会恢复。妻子赶紧喊来丈夫，果然大山受伤的手掌也开始复原。妻子内心很是激动，决定马上去把梅姨喊来。大山见状赶紧阻止妻子，并提醒她，如果梅姨知道了，那么全岛的人都会知道。但毕竟梅姨是自己的母亲，他趁大山松懈的功夫，还是偷偷找到梅姨，并马上把梅姨带到女儿的房间。下一秒，梅姨就精神气爽，人也开始变得精明起来。事情也正如大山所料，当晚全岛的人都知道了。清醒后的梅姨更是道德绑架，如果大山带艾拉离开就是不负责任。梅姨甚至想到一个更可怕的计划，只要让艾拉长期处于睡眠状态，全岛的人就会像以前那样美好的生活。梅姨临走前还塞给女儿一瓶安眠药，他们以为让艾拉长睡不醒是完美方案，却不知道沉睡的力量被比到极致，唤醒的将是毁灭一切的恶魔。 When we decided to be her parents, it was so that she would not be turned into a science experiment. That is exactly what we're doing. It'll be just like visitations when she was a baby. She won't. I think we need to strongly consider getting her off this island. No. No, no. Things will get back to how they were. 女人按梅姨的计划把安眠药碾碎，
然后偷偷放进水杯里，并让不知情的艾拉喝了下去。最后他们再把艾拉放到担架上，与全岛的人一同赶往海边。他们开始改到晚上进行捕鱼，这样艾拉就不会有察觉。梅姨还带领大家一起祈祷，这不是她的错，也不是渔民的错，只能怪艾拉的能力只有在睡眠时才能恢复。梅姨夸赞艾拉这个外孙女就是全岛的骄傲，接着一挥手，让渔民把艾拉推到湖里。从这天晚上开始，岛上人们的生活又开始回归正常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鱼和晒不完的鱼干，人们脸上也露出喜悦的笑容。只有艾拉看上去一天比一天疲劳。医生再次偷偷提醒大山，如果这样长此以往下去，不仅会害死艾拉，甚至连大山自己也会有危险。医生劝他尽快带女儿离开这座岛屿。医生鬼鬼祟祟的行为被梅姨察觉，当晚梅姨就偷偷来到医生家里，然后在医生的酒里动了手脚，导致不知情的医生喝完后当场死去。梅姨再一把火烧掉医生的家，这样就不会有人赖到他头上。但连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就有一艘游艇前来岛上巡查，对方是调查员。他们接到举报岛上有虐童事件，所以前来调查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那个被野果毒死的男孩父母早就规划逃出此岛，并且偷偷在家里打造一艘小船，岛上的信息就是他们放出去的。负责经营的大山和渔民一起掩饰真相，但调查员坚决要见女孩一面。由于艾拉对自己服用药物的事并不知情，所以也就没有透露自己有特殊能力的事。但从艾拉犹豫的眼神中，调查员看出了不实，于是他们就决定把艾拉带回去询问。当然，全岛人的希望怎能轻易带走？梅姨第一个不答应，渔民更是掏枪阻拦调查员离开。不断紧张的场面促使调查员失手击中大山，下一秒，渔民毫不犹豫就开枪打死了调查员。受伤的大山让梅姨带他去找艾拉医治，梅姨趁机威胁他必须答应众人，永远不可以带艾拉离开这里。然后梅姨才带着安眠药找到艾拉的母亲，可因为艾拉不知道发生什么，所以无论如何她都不愿意喝母亲端来的水。情急之下，梅姨和女儿按倒艾拉，并命令她马上喝下去。就在这时，艾拉的好友小帅出现，因为手中端着真理，母女俩这才停手。小帅不仅是为了救艾拉，更是要为自己的父亲报仇，而他的父亲就是被梅姨害死的医生。就在他们试图夺回猎枪时，小帅扣动了扳机，眼前的场面让艾拉不由自主地大叫起来。这一声呐喊，艾拉神秘力量也彻底被觉醒，同时房间里的3个人也在这一刻死去。艾拉心惊胆战地走出房间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，因为刚刚的呐喊导致全岛的人都失去了生命。到此全片结束。这是一个关于人性贪婪之恶的故事，岛民关心的只是艾拉的能力，所以根本没把艾拉当人看待。这种自私的行为破坏了最基本的良知，以至于最终激怒了工具本身，从而导致所有人的毁灭。这种不劳而获的便利让岛民变得越来越贪婪和疯狂，甚至忘记了艾拉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而不是一件工具。当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要用安眠药永远控制艾拉时，人性的丑恶达到了顶点，也因此引来毁灭性的报复。不要把别人的善良当作理所当然，更不能因为依赖而失去做人的底线。当一个群体集体装睡，把另有一个弱者视为正常时，这个群体离灾难也就不远了。真正的幸福和安全永远不能建立在牺牲某一个体的基础上，做人不能太贪婪，更不能失去感恩和良知，否则最终毁掉的是自己。感谢你看完这个故事，这里是可可讲电影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